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4号。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关心的川普总统的病情，也就是我们要向大家汇报川普总统他自从到了这个沃尔特军事医疗中心之后，他的这个身体经过美国一流的医疗专家的团队治疗之后，川普总统的身体他发展的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也就是在10月2号，美国移民局公布了一个正式的决定，这个决定也就是限制任何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美国办理移民手续，既不能办理绿卡，也不能办理美国公民入籍手续。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两个主要话题。先说第一个，川普总统的病情。川普总统可以讲，自从他去了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他这个状态就一直非常好，他自己可以讲叫斗志昂扬，精神十分饱满。他去的那天，在上直升飞机的路上，他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但是呢，他检测出来确实是阳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得不接受医疗专家团队对他的强制要求，就说你必须离开白宫，因为白宫呢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怕呢有哪个人呢跟川普总统交叉感染上。因为现在呢，接触川普总统他这个整个共和党的，无论是他的竞选团队，还是共和党川普总统的幕僚，这个白宫的这些高级幕僚们，这些官员们，很多人都染上了中国这个新冠病毒，有不少人他们现在检测都是阳性。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怕哪一个白宫工作人员呢，他是属于那种隐性的，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症状啊，但实际上他已经带菌了，就怕这种人传给川普总统，让川普总统他本来已经可以健康痊愈的身体，那么再次受到打击。所以说呢，医疗团队就强制要求川普总统必须离开白宫，到沃尔特呢军事医疗中心呢接受检查和治疗，那边呢有总统办公室，也有绝对保障的医疗条件。所以说川普总统呢，他听从了医疗专家的话，他最终是移到了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那么呢，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以后呢，川普总统因为状态很好，所以他自己呢一点都不安生，他老是要做起来，老是要忙着想回白宫去处理很多国家大事。医疗专家都讲要求他休息，但是呢他睡不着啊，他躺下来说他就躺了20分钟半个小时，他又爬起来了。然后他爬起来，他就不断地开各种视频会议啊，签署各种文件啊，也就是说总统继续在履行他的职责，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呢实际上是很好。他专门做了一个4分钟的视频，在昨天也就是10月3号啊，他向全体美国人民发布了一个他自己的4分钟的视频。在这个4分钟视频里面，他明确就说他自己感觉呢好多了，而且希望呢很快回到白宫工作。他表示未来几天将是他对抗新冠病毒的关键。他在他自己这个4分钟的视频里面说，我认为真正的考验呢在未来几天，我们看看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I want to begin by thanking all of the incredible medical professionals, the doctors, the nurses, everybody at 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 I think it's the finest in the world for the incredible job they've been doing. I came here, wasn't feeling so well. I feel much better now. We're working hard to get me all the way back. I have to be back because we still hav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e've done an awfully good job of that, but we still have steps to go and we have to finish that job. And I'll be back. I think I'll be back soon. 然后他就在昨天，在10月3号呢，他又发了一个推文。他这个推文说什么？就说伟大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和他合作的那些医疗机构的专家，他们这种合作的精神都是惊人的。所以说，川普总统就说，有了他们的帮助，我现在感觉呢非常良好。这是川普总统他自身的感觉非常的良好。那么川普总统他自身给大家做视频，从视频里面我们已经能看到他的精神面貌恢复的是非常好嘛。但是呢，攻击他的左派那些媒体呢，还有很多诅咒川普的人呢，都说川普是装的。那么川普的这个病情究竟好与不好呢？那么白宫现在诊治川普的医疗专家团队的医生叫肖恩·康利，肖恩·康利本人是一个海军中校，他专门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就告诉记者，就说川普总统在医院的情况实际上恢复的是非常好。他刚刚确诊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轻微的咳嗽，还有一些鼻塞，以及呢他本人呢显得十分疲劳。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十分的劳累，缺少睡眠，饮食也不正常。这么多天，他来回的奔波，除了每天要在白宫处理国事，还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他自己去竞选造势的全美各州的这个竞选集会上。当然他就十分疲劳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按照康利医生讲，现在这些情况都在逐步的恢复，川普那些轻微的症状现在正在消除。
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恢复得非常好。As reported yesterday, consultation with this group, I recommended we bring the president up to Walter Reed a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to provide state-of-the-art monitoring and any care that he may need. Just 72 hours into the diagnosis now, the first week of COVID, and in particular days 7 to 10, are the most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the likely course of this illness. At this time, the team and I are extremely happy with the progress the president has made. Thursday, he had a mild cough and some nasal congestion and fatigue, all of which are now resolving and improving. 他说，川普总统在过去24个小时根本没有什么发烧，也没有任何什么吸氧，总统的血氧饱和度达到了96%，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所以呢，白宫这个医疗专家康利中校，他本人给记者汇报的这个报告是绝对权威的，也就是证明了川普总统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他自身抵抗力也很强，现在呢基本痊愈，只是呢现在专家们还需要他观察，同时呢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检测，只有检测完全是阴性的情况下呢，川普总统呢才可能回到白宫工作。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呢不能急躁，现在必须按照专家的要求，在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呢好好休息，好好治疗。国事呢交给彭斯副总统，交给蓬佩奥国务卿，交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让他们去处理，他们有能力为川普总统在这种关键时候分担一些国家的事务。前纽约市的检察官，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叫朱利安尼，他和川普总统呢也通了电话。他通完电话以后，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描述了川普非常好的精神状态。他直接说，川普总统遭到的这个袭击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病毒，他们目的就是为了砸掉川普的大选。川普总统这个人历来是身先士卒，即使是病毒，他也没有回避躲藏，而不像中南海的那些独裁者层层叠叠的保护。I had a reall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him about 3 o'clock for about, say, a half hour to 45 minutes. It was, I've known him for 30 years. It was the same Donald Trump that I've always known, the same energy. Good. H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o him.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campaign. He was talking about issues. He gave me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I had to take down and write down so that I can pass it on to the campaign. I virtually felt like a secretary, trying to keep up with him. He's functioning the same way he functions in the White House, or the same way he functions 24 hours a day. That's great. The 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he comes out of this is, just think about this. They have tried everything on this guy. From the day he got inaugurated, they've been trying to impeach him, get him out of office. They've tried a coup. They tried a phony Russian thing, a phony obstruction of justice thing, a phony Ukraine thing. Recently, they wanted to impeach him because he nominated Judge Barrett. Right. And now he gets attacked by China. And he's going to come out of it stronger and better than ever. We should elect him by acclamation. The guy's a miracle man. If he can defeat this virus personally like this and storm back onto the campaign trail and beat Joe Biden at that second debate, he's going to have momentum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I told him, the next debate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because he really debated Chris Wallace, not Joe Biden. Joe Biden entered the debate a few times. But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if all he has to do is debate. In fact, I'd like to see just him and Biden, just the two of them, one-on-one. I thought today he could have debated him today. So it sounds like you right now. And the president are ready to get out of the hospital and get back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are chomping at the bit to debate. He told me that. Is that what he told you? He told me he told me I'm ready to leave, but they say I have to stay here just in case something goes wrong, but nothing's going to go wrong. That's great to hear. The guy has got more energy than I've ever seen, and he's got exactly the spirit of a leader. What you heard is a great leader today. Generals don't lead armies from behind. You're right. They don't lead armies from basements. They get out front and they take risk. 那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昨天，也就是星期六10月3号这一天，他告诉记者说，他跟正在沃尔特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川普总统呢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从电话里面感觉，川普总统的精神十分良好。紧接着呢，麦康奈尔呢他又发了推文，他在推文里面就说，刚刚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一次很棒的电话交谈，他听上去不错，感觉良好。我们交谈了抗击全球大流行的这个疫情，同时也确认了巴雷特大法官即将开始的提名确认，以及为美国国家家庭加强经济等民主议题。这是麦康奈尔呢他发表的推文。因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已经宣布，他们原计划呢是定于10月12号
开始对巴雷特大法官他本人的提名呢进行确认的听证。这个确认听证之后，将在10月下旬，参议院的参议员们呢就进行投票表决。那么投票表决只要获得了多数，巴雷特大法官他本人的提名就可以得到确认了。在目前情况下呢，民主党呢是拼命反对，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呢，大部分都表示不愿意现在就对巴雷特大法官他的提名呢马上进行确认，他们希望呢把整个这个确认的程序呢放到下任总统选举诞生，尤其是下任总统履职之后，然后再进行确认。这是民主党他们玩的拖延战术嘛，真的跟中共学的。你看习近平谈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从2018年一直拖到了2020年1月份才签了一个所谓第1阶段贸易协议啊，给他拖了2年多啊。所以中共就是拖啊，中共想拖过川普的大选啊。现在呢，大选临近了，川普肯定要当选了，现在就开始使用生化武器，使用病毒战争把川普打倒了。而且不光是倒下川普，倒下川普身边的一批人。这种倒下川普身边的一批人啊，不光有共产党在里面做手脚，民主党究竟在里面干了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个等待呢，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呢，最终一定会调查出结果来。目前来讲，民主党很多参议员他们都反对大法官巴雷特的这个确认。他们为什么反对？找什么理由呢？他们就是利用川普总统生病，利用现在川普总统身边有一批幕僚，有一批重要的高官呢，现在都染上这个疾病呢，把这个理由扛出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的议员叫蒂里斯和麦克里，这2个参议员呢，他们目前来讲新冠检测呢都是阳性。由于这2个参议员也是阳性之后，那么参议院很多民主党的参议员就说，这个投票肯定不能举行啊！你看你们共和党参议员好几个都是阳性啊，如果我们跟你去投票，你们会不会传染我们啊？他们就借口可能会被传染上，他们现在不想来举行投票。那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叫格林瑞博，他是不会由得你民主党的参议员你说不来就不来了，这个根本不存在说是这个病情有人感染上就不能投票的。那按道理这样讲的话，一旦有人感染上了，那国家就别工作了。川普总统作为总统的感染上，是不是全国的工作就停下来啊？总统都不能上班了，那全国人民就不要工作了。能不能把整个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几个系统里面都把它停下来啊？现在美国是三权分立，是执法、司法和立法，每一个机构都要完善的保证他的工作。个别人员染病，那么这个人员可以在家里面通过视频投票的方式来参与投票吗？参议院绝对会保证每一个参议员他们投票的权利。所以说你怕感染，你就坐在家里面通过视频投票方式来确认你的投票。因此在投票这个问题上，巴雷特大法官在今年在10月下旬举行对他的确认投票仪式，基本上来讲是靠谱的。所以说呢，麦康奈尔发这个推文，也就是告诉大家，对巴雷特大法官他的确认是绝对不会拖到民主党所想的这个到总统大选之后举行，只可能在总统大选之前，在10月份就完全得到确认。这是呢，共和党呢他们积极的在推进巴雷特大法官的确认仪式。因为他们都知道总统现在生病，那么利用总统生病的这个阶段，民主党很多参议员呢一定会呢找各种茬去攻击总统，同时利用总统呢现在身体有病，现在不在白宫办公的这个过程中，很多协议呢也不能正常的签署，因为很多协议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就不一定送到白宫，即使让川普签署啊，再加上川普总统一倒下以后，然后中外很多邪恶势力，除了左派媒体的这些邪恶势力不断地攻击川普总统之外，中共发动了他的海外大外宣啊，发动了他很多攻击川普总统的这些邪恶势力啊。纽约时报就专门发表了这种阴谋论的文章，他说我们凭什么相信川普已经染上了病毒？这种论调啊，就跟中共的腔调是一样，说川普是诈病。他们为什么要说川普是诈病呢？因为说川普是诈病，一是可以博得选民的同情嘛，因为美国已经有200多万人感染上嘛，那么这部分人支持不支持很重要嘛。川普如果是诈病，不就是可以赢得这200多万人对川普的支持吗？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甩锅中国啊，也就是病毒来自中国啊。所以这个阴谋论呢，就说川普这样去做呢，川普就是为了达到这2个目的。这些都是小人，都是奸佞小人，他们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在整个川普总统染病之后，对川普总统攻击的，现在在任的，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美国共和党，现在的参议员、众议员和这些政界领袖们，只有一个人是专门写推文攻击川普总统的。这个人谁？这个人就是个华人议员，民主党的政客，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元之。这个人是德州众议院的议员。他得知川普总统感染上武汉肺炎之后，他幸灾乐祸，他高兴死了。他专门发了一个推文说：“如果你死了，就不用坐牢了。”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呢，遭到很多人对他的反感以后呢，他把
把他删除了，但是网友早就帮他截屏了哈。对于川普总统染病住院这件事，公开诅咒川普总统的这个作为政客，这个吴元之是唯一一个。吴元之他是一个华人，这个华人议员，我告诉你讲，所有的华人议员基本上都不是为华人来争取利益的，他们根本就不代表美国的华人利益，他们只代表中共的利益。所以这个吴元之作为德州的一个众议院的议员，他实际上是非常亲共的。他在很多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到，他跟中共的大使和中共举行的各种统战活动。美国决定取消休斯顿总领事馆，因为休斯顿总领事馆有很多间谍的嫌疑嘛，所以美国就坚决打击了休斯顿总领事馆，把它取消了。把它取消以后，这个吴元之就像他自己被取消了一样，他就被马蜂蛰了一样，他每天都在叫骂川普，叫骂蓬佩奥。所以这个吴元之他这个人绝对要中情局去查一查，他究竟跟共产党有什么利益关系，他收了共产党多少钱。这个吴元之本身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以后，成为了美国的众议员。他的老婆也是中国大陆来的，是左媒的 ABC 媒体的记者，经常呢回到中国，帮助中共粉饰太平。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呢叫谢树。他们夫妇两口的不仅左，还相当的亲共。他说川普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就是意图发起对中共的战争，他不断地为中共领事馆辩护。他太太还独家采访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叫蔡伟，提供蔡伟批美国的机会。所以说这对夫妻他完全就是中共埋在美国政客里面的中共的代言人，这个人对美国就绝对是个害群之马。在川普总统染病之后，他居然公开发推文诅咒川普总统死，说是你死了就不用坐牢了。因此这个吴元之美国中情局是要好好查一查的。可以这样讲，911事件之后为什么不能欢呼？因为恐怖分子是整个全人类的敌人，你怎么能为恐怖分子所欢呼呢？川普现在感染上了新冠病毒也不能欢呼，因为新冠肺炎也是全人类的敌人。为什么你这个德州的华人议员你那么高兴，你那么要去诅咒川普总统呢？可以讲中国大陆那些小粉红，那些没头脑的那些，就像我那天节目里面播出的2个北京妇女高声叫嚷的什么举国欢庆之外，中国大陆有很多所谓公知或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赵家人的，类似于你像那个洪晃又专门发了一个视频，他不但诅咒川普应该得肺炎，而且他还非常阴损的暗示川普是装的，川普是诈病。可以讲，只有自己心灵龌龊的人啊，才会有这种心理。所以这个洪晃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恶毒和刻薄的。刚刚网上爆出来一条消息，说特朗普和他的夫人米拉尼亚全部确诊是新冠肺炎。然后的话，新冠肺炎不是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然后呢，然后这条消息呢是特朗普的医生在非常正式的白宫的纸上说出来的。然后，那他到底是他自己也发了 Twitter 了，对吧？那当然，这个现在呢就一片的迷惑。我自己呢，就是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我也真的没有什么预料，就是说啊，他会不会突然来这么一招？但是我要是仔细想一想吧，这招呢还挺对的，因为不管特朗普有没有得新冠肺炎，他现在都应该得新冠肺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的第一次辩论的表现已经让他超越了美国精英两党争权夺利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说，这个在他辩论的时候不断的去打断对方的这种无理的表现吧，说老实话，让共和党人面子上头也挺不好看的。然后他自己又如此语无伦次，这么不听话，经常在没有跟他的党魁们商量之前的话，就把他自己的想法咚咚咚就放到 Twitter 上头去了。这也是让共和党和共和党背后的钱觉得，哎呀，这哥们儿也太难控制了。第三呢是，我觉得特朗普的话呢，的的确确在《纽约时报》暴露了他很多这种样的，就是丑闻之后吧，有几个东西是让人家非常难受的。第一呢，他如果今年不当选的话，他的的确确会被民主党和民主党的人去起诉，然后让他呢去坐牢。而且这个呢，因为他已经被众议院弹劾了，这个坐牢或者是可能是真的是要共和党要承受的一个第二个他们的选出来的总统要被弹劾，而且后来之后要坐牢。
洪晃自己作为一个莫名其妙、出身不明的这种杂种，他以为他自己就是赵家人了，他处处替赵家操的那个狼心狗肺。洪晃这样的人被共产党弃置了一条疯狗，而这条疯狗他自己又把自己打扮成赵家人，他经常在网络上攻击川普总统，攻击美国伟大的民主制度，但是洪晃却拿到绿卡，所以说洪晃的利款是绝对要吊销的。阴谋论开始后，拜登呢就毫不客气的直接宣布自己当选了。他发出推文说，1个月之后我就是美国总统了，不管你选不选我，我都代表你。而且他毫不感到羞耻地跟他老婆说，1个月后就可以称你为第一夫人了。你们在拜登的老婆身上找到过一丝一毫第一夫人的影子吗？10月2号，美国移民局就正式宣布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所有的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员，从现在开始起，一律不可以向移民局递交485表格，获取绿卡调整身份，更不可能接受他们入籍美国。这是移民局发布的公开文件。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做节目前几个月里面就谈到，美国将会禁止共产党员进入美国。当时讲这个话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只是美国国务院里面一些内部的官员向媒体呢透了一点风。那时候因为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们只是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猜测。现在靴子落地，美国移民局就正式发布了他们自己的公告，就从现在开始起，任何共产党员无法在美国办理移民手续，既不能获得绿卡，也不能够办理入籍手续。那么很多人都问，以前那些获得的怎么办？像洪晃这种已经获得的怎么办？那你别着急，一步一步来。也就是美国的政策现在出台以后，先拦住今后要过来的。为什么今后要过来的要拦住呢？因为大陆到美国来读书的很多学者啊、学生啊，他们到美国来，他们都抱着什么态度呢？就是留美式生活，反美式工作，包括司马南这一类的嘛。他们到美国来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到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后，他们所谓回国去报效祖国了。那么现在共产党员根本就不能够入境美国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高校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就不敢入党了哇！你入了党以后，就意味着你根本没可能到美国去。你以为光是美国啊？美国出台这个政策以后，西方的各个民主国家全部会跟上，也就是美国禁止了中国共产党，西方所有的美国的盟国都会禁止中国共产党。以后你是共产党员，你除了去伊朗、去朝鲜、去阿富汗、去索马里，最多你可以去个俄罗斯，别的地方你哪都去不了了。如果你入共产党，就是这么个结果，美国是不会允许你来的。这是指移民局这个政策先挡住所有今后要进入美国的。那么以前在美国的移民局会逐步的清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有几百万，这个几百万人里面，绝大部分呢是共产党的达官权贵，是跟共产党有绝对的利益关系的人，包括习近平的姐姐什么戚巧巧、戚安安这一类人，他们不都生活在澳大利亚、生活在加拿大吗？那么美国这样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定也会这样做。你以为这些人最终就能逃脱得了美国对他们的法律打击吗？因为美国限制的不光是共产党员啊，还包括共产党员的家属啊。共产党员的家属，你说习近平的姐姐弟弟哪个不是共产党员家属啊？那个耿爽的儿子、华春莹的女儿哪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家属啊？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他们不是共产党员的家属吗？所以一个一个来，你别着急。像洪晃这种哪个不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共产党员的家属。美国呢会逐步的清理，也就是说，美国会审查你当初进入美国时候，向美国申请你自己绿卡和入籍美国公民身份时候，你有没有明确如实的告知美国移民局你曾经是党员，或者你现在还是党员？你有没有如实告知？没有如实告知，那就不用查了，就是欺骗移民局。光你的签证欺诈罪就跟唐娟一样，签证欺诈罪可以判10年啊！只要你向美国移民局说的假话，就构成签证欺诈罪，就可以处以10年徒刑，并且还要罚25万美元的罚款。也就是说，如果讲假话，就是这个结果。我可以告诉你讲，90%以上的共产党员、中共的现役军人和中共的军警特机关的这些特务、这些家属们，他们所有人在表格上面一律都是填漏的，一律都是隐瞒的，所以这些人美国人清楚一点都不难。这是一个。第二个，也就是那些公开的共产党员，很多人这么多年他们没有隐瞒过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啊，他们在国内有很多照片呐，新闻媒体上有很多照片呐，这些人都是证据，美国都可以根据这些证据对他们进行打击，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也就是上一次我们就看到上海市所有的共产党员的花名册已经公开发到网上，你想想看，公开网上都有，更何况美国的中情局能不掌握吗？这仅仅是一个上海市，全国每一个省市都有这样的花名册，都非常具体，每一个党员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住址在哪里、你的电话号码多少、你的组织关系在哪里，全部登记在共产党属地所在的组织部门。
那么这些名单，美国中情局早就掌握。也就是说，你申请美国各种签证的时候，你想抵赖，美国人把花名册一对就出来了，你根本就赖不掉。更何况还有第4条，就是大家举报嘛。也就是你对那些明确是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你只要举报，移民局只要接到举报以后，核对那个人身份确实是共产党员的，100%不会给你入境，100%会吊销你现在已有的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入籍的身份。因此，美国开始清理共产党，这是开始第一步。目前来讲是不允许共产党过来。很快，你等川普总统身体恢复好了吗？川普这一次能饶过习近平，能饶过中共吗？差一点把他的大选都砸了。如果把大选砸了，你就把川普这一生都砸了。川普会放得过你习近平吗？很快，美国我认为就会宣布，共产党是恐怖集团，共产党就是纳粹，就是吃纳粹。一旦把中共定为恐怖集团，定为纳粹集团，定为人类必须定点清除的恐怖分子，那么好，所有这个恐怖集团和他的成员，美国都是要严厉打击的。一旦中共被定为非法，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非法，也就是铲除这个非法政府，铲除这个政党，就是美国必须要履行的代表上帝履行的一种人类职责。到了那一天，你觉得习近平还跑得掉吗？根本就不需要美国千军万马过来啊！无人机早就在中南海上空了。习近平脑海里面和他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嗡嗡的无人机的叫声啊！他现在寝食难安啊！可以这样讲，他现在已经活到尽头了。所有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些高官，可以讲等待他们的都是无人机对他们的消灭和打击。要不了几天，你别着急，像洪晃这一类的自以为是赵家人这种赖皮狗，不仅仅是美国会取消他的绿卡，洪晃一定是会被送上审判台的。像他现在这样去诅咒川普总统，他就等到为他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不光是共产党这些诅咒川普的，包括那些民主党诅咒川普的，包括民主党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导致了美国所谓黑命贵啊，导致了美国的这个无政府主义，导致了美国很多城市里面打砸抢烧以后，给美国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民主党祸害美国的影响现在已经开始显现。波音公司已经在昨天正式宣布，将波音787梦幻客机的生产线整体的迁出西雅图，往南卡罗来纳去生产。凡是黑名贵折腾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高科技企业、制造业产业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富翁都纷纷离开黑名贵的城市。西雅图是这次受伤害最严重的城市，西雅图都曾经被黑名贵在那边搞过一个共产主义基地啊。那个基地没玩多少天啊，没玩多少天，是因为当地的市长一直纵容这个共产主义，让你们去搞嘛，一直搞到这个市长，这些所谓共产主义的暴徒已经打砸到市长家了，市长最后生气了，最终他们喊警察了，但是没有一个警察愿意上岗啊，我都是给你们下岗的啊，所有的警察也不发经费，所有的警察都被市长已经全部要下岗了，因此现在市长喊警察来，警察一个都不来。所以说，这些民主派、左派的市长，他们所控制的几个城市，像波特兰、像西雅图，都是打砸抢烧非常厉害的。因此来讲，人家波音飞机就不愿意在你西雅图继续干了。波音在西雅图给西雅图创造了多少就业，创造了多少税收啊！这么多年来，波音公司就在西雅图撑起了西雅图整个的 GDP。现在人家波音公司把最先进的飞机787转到南卡罗来纳州了，所以波音要走的话，华盛顿州的州长着急死了，他不断地询问波音公司，就说我给你们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你们可以不走，你们可以继续留在西雅图。整个波音公司没有一个高层回答州长和回答市长的一句话，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部署把他们的流水线通通牵走。等到波音公司完全离开西雅图的话，这时候西雅图你就承受你的恶果吧。没有波音公司存在的西雅图，西雅图就再也没有辉煌了。你过去那个高房价马上就会跌落，所有曾经在高位接盘的人，你就等着亏死吧。这都是黑名贵所造成的，这根本不是人家波音公司主动想走，因为人家生产不下去啊。这不光是波音公司啊，所有民主党所管理的州有很多城市，他们都是属于这种高科技产业或制造业产业，他们都是给当地创造了最主要的 GDP， 给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的。这些公司最终都会离开这个左派和黑名贵打砸抢烧很厉害的州，也就是这些工程师们、这些富人们都在随时不安宁的，然后被黑名贵和安提法所骚扰的这个城市，他们要选择一个安全有法治的那个城市。所以为什么迁到南卡罗来纳就这个道理呢？连马斯克都想把他的特斯拉公司要迁到德州去，就这么简单吗？马斯克你别看他也是个左派，也那么爱共产党，跟中共是沆瀣一气，但是他自己知道啊，
他的公司放在加州不安全啊？为什么他要把它移到德州去啊？那人家德州是红州啊，德州是共和党的有法治管理的州啊，没有什么黑名贵的州啊。所以说，马斯克他也要把他的特斯拉迁到德州去，就这么简单哇。所以说，美国的形势还在变化。随着川普总统身体的康复，川普总统重新回到白宫，川普总统亲自指挥美国。那么，川普总统在他染上这个病毒、战胜了病毒归来之后，川普总统除了会争取好今年的连任，同时川普总统会把他的拳头攥起来，狠狠地打击中共，铲除中共，清算中共，最终把习近平送上7·2·3·4·9那条路。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